重量减轻10%，厚度减薄25%，这就是三星的最新折叠旗舰——三星 Galaxy Z Fold 7。大家好呀！以往聊起三星的折叠手机，优秀的质感、扎实的铰链总是让人连连称道，但敦实的机身、苗条的比例也免不了被指指点点。而这一次，极致轻薄的 Z Fold 7算是让消费者见识到了折叠 OG 的真正实力。先看外观 ，Z Fold 7一共有4款配色，我们这台是星夜银配色，还是熟悉的味道，硬朗的线条，简约的设计，与众不同，一看就知道是三星的折叠旗舰。通过色彩的细微差别和材料表面工艺的区别，让 Z Fold 7在光线的衬映下层次分明又浑然一体，成就了顶级的质感，高级啊！特别是中框上若隐若现的三星 logo， 点睛之笔，强烈建议去实体店里上手感受一下。当你拿起 Z Fold 7的那一瞬间，你就会发现，三星折叠终于走上了那条众望所归的道路，极致轻薄，而且一出手就是业界顶级水平。重215克，折叠8.9毫米，展开4.2毫米。果然是元老玩家，底蕴相当的深厚。215克8.9毫米，比绝大多数直板影像旗舰都更轻薄，而展开后仅有4.2毫米的机身，不只带来了握持体验的享受，更是带来了视觉的享受。以往中框上随机分布的开孔全都居中了，不居中都没地方去。建议每位有强迫症的新粉都买一台。就这个厚度，如果 Z Fold 7是第一款取消3.5毫米耳机孔的手机，那绝不可能是为了卖无线耳机，单纯就是太薄了放不下。特别要强调的是，所有的配色都是215克，折叠8.9毫米，展开4.2毫米，一视同仁。消费者花同样的钱，享受同样极致的轻薄手感，不搞特殊版本，必须强烈好评。与轻薄机身一同而来的，还有更主流的屏幕比例，折叠遥控器从此绝迹。Z Fold 7外屏比例从前代的22.1:9变为21:9，大白话就是变宽了，更贴近常规直板手机。显示单行文字更多，看图片视频显示面积更大，体验提升明显。而且 Z Fold 7依旧是纯直屏，对贴膜极其友好。随着外屏的加宽，内屏也从7.6英寸增到了8英寸，超薄大屏，这一点直板机就完全比不了了。影音娱乐和生产办公都是 Z Fold 7大屏的优势场景。那 Z Fold 7变轻薄这么多，结构、用料、铰链肯定都有变化，可靠性怎么样呢？ Z Fold 7采用的是超薄装甲精工铰链，从名字看应该是和其他部门取经了。折叠状态下，两侧屏幕吸附牢固，展开过程中阻尼警示均匀，基本是说停就停。接近铰链形成终点时，有弹力助推手机展屏，铰链手感绝对的顶尖水平。屏幕合上以及完全展开，伴有清脆的声音反馈，又爽又解压。展开后大屏的折痕控制也很不错，对我而言完全不影响使用。除了名字和品质都十分硬核的铰链， Z Fold 7还搭载了升级版增强型装甲铝边框，强度提升了10%，和铰链打配合整挺好。外屏则是采用了 SR5 Ultra 同款的康宁大猩猩玻璃陶瓷2代，整机还支持 IP48级防尘防水，可靠性这一块直接拉满，值得信赖。就 Z Fold 7这个质感，这个设计，简直就是折叠版的 SR5 Ultra 嘛。那用上 SR5 Ultra 同款2亿像素 HP2 主摄镜头也合情合理吧。相较前代，提升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。首先，像素量更大，能呈现更丰富的画面细节。2亿像素模式明显比标准模式更清晰，需要精准记录信息时也很实用。第二个提升是传感器面积更大，进光量更多了，在弱光环境下能拍摄出更清晰的画面。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些样张。前置镜头也有升级，内屏更换为挖孔摄像头，像素从400万提升到1000万，以后不用一来视频电话就得切外屏了，用大屏来自拍录像也能获得优秀的体验。不只是前期拍摄，后期查看和编辑作品，大屏也能提供比直板机更好的体验，视野更宽阔，清晰又直观，操作更加方便。系统方面 ，Z Fold 7搭载的是 One UI 8.0， 丰富的自定义选项大家都很熟悉了，也有一些新功能，比如图片自由拖拽分屏、自动分类收藏等等，以及多样又实用的 AI 功能。接下来就跟大家聊聊我用的比较多的几种。当我需要在非中文网站了解一些信息的时候，即时翻译就很有帮助。长按导航条，点击翻译图标就能开启。很棒的一点是，即时翻译会持续运行。不管是切换界面还是切换应用，都能及时的翻译，以最快的速度获得结果。翻译成功后，可以选择保存图片，以便后期查看。临时暂停和切换语言，直接在悬浮窗操作也很方便。工作之余，大家应该也会拍一些视频记录生活，有时候环境复杂，声音处理起来比较麻烦。音频橡皮擦就很实用，它能分析音频，自动分类。
用户可以按照需求调整音频增益，也可以选择智能编辑让 AI 代劳，非常的方便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处理前后的对比，效果还是很显著的。现在正在使用三星 Z Fold 7进行视频拍摄，大家可以听一下现在的收音效果。现在正在使用三星 Z Fold 7进行视频拍摄，大家可以听一下现在的收音效果。不只是消除音频 ，Galaxy AI 也能帮你生成音乐。换出 Bixby， 点击生成音乐，可以选择预设的灵感，也可以选择输入参数组合。生成后可以对参数进行修改，可选项挺丰富的，可玩性还不错。当然，众多的 AI 功能都需要强劲的性能支持，那处理器就很重要了。友商还在比拼残血满血 ，Z Fold 7直接用上了独占的骁龙8至尊 for Galaxy， 高人一等，牌面直接拉满了。相较于前代8峻3，性能和能效提升明显，所以续航能力上，在电池容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 ，Z Fold 7的表现也要好于 Z Fold 6。介绍完三星 Z Fold 7，我们再来聊聊三星 Z Flip 7，同样提供了4款配色，我们这台是密影黑，很低调，哑光质感，黑得非常的纯粹，特别像电影《2001太空漫游》里的黑色石碑，手感轻薄小巧，仅有188克，厚度相较前代有所减薄。内屏从6.7英寸增大到6.9英寸，比例调整为21:9，视野更宽广了。内屏用起来和直板机没有区别，变化更大的是外屏，尺寸从3.4英寸大幅提升到4.1英寸，极窄边框屏占比高，分辨率也提升到了接近内屏的精细度，观感很不错。那 Flip 7特有的外屏可以干什么呢？我们双击点亮屏幕显示主页，主页的样式可以在外屏设置中进行调整，主页左滑查看通知。可以预设快速回复信息的样式，从顶部下拉则是简洁版的控制中心。主页右边可以添加天气、生活助手等各种小组件。想添加应用的话，可以在实验室中进行添加，以及 Good Lock Multi-Star 应用启动器中选择应用，然后在外屏中添加 Multi-Star 小组件即可。这些应用基本都可以像内屏一样正常使用。也可以根据你的需求点击底部的按钮来调整它的比例，以获得最佳的观看效果。同时在 Multi-Star 里面还提供了 Flip Shot， 它的功能是在你打开摄像头拍照的时候，外屏可以显示自定义的动画或者贴图。Z Flip 7的外屏录像也可以当做固定拍摄机位，它可以根据人物的位置自动调整取景范围，保持人物在画面中心，拍 Vlog 直播都挺实用的。外屏也可以镜像显示内屏的拍摄预览画面，方便被摄者及时调整站位和姿势，再也不用担心会被吐槽不会拍照了。关于 Z Flip 7的其他硬件，电池容量提升到4300毫安时，处理器是猎户座2500，配备 Z Fold 7同款超薄装甲精工铰链，同样支持 IP48 级防震防水。最后简单看一下最新的三星 Watch 8，在方语言的两难抉择中 ，Watch 8选择了语，主打一个我全都要，对标 Watch Ultra， 官方把它叫做天圆地方，搭配无表耳设计，外观非常简约，传感器凸起高度有所降低，整体佩戴舒适性比前代更好。Watch 8的屏幕峰值亮度有3000尼特，这个亮度表现应该说人能待住的光照环境，屏幕的可读性都不需要担心。而在功能性上 ，Watch 8的发力方向依旧是运动和健康检测。运动方面，跑步教练可以根据你的跑步水平为你定制一份跑步计划，时长在3到5周左右。健康检测方面，睡眠、血压、心电图等项目之外 ，Watch 8还带来了一个名为抗氧化指数的新功能。用力按住传感器背面进行测量，几秒钟就能得到结果。而我的指数是，我现在已经提醒自己多吃水果了。OK， 以上就是三星的3款新品 Z Fold 7、Z Flip 7和 Watch 8，亮点和升级点还挺多的，尤其是 Z Fold 7，第一次走轻薄路线就一鸣惊人，顶级的质感和优秀的铰链也得到了保留，影像和可靠性更进一步，完成度非常高。我有好几个同事都被种草了，如果你也有购买意向的话，强烈建议去京东了解一下三星新品的优惠政策。购买 Z Fold 7下单即可享受升杯福利，购买256GB 版本免费升杯至512GB，购买512GB 版本则是加1250元升杯至1TB，也可以选择12期免息。Z Flip 7则是可以享受24期免息，或者最高800元的以旧换新补贴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